传皇上口谕，从此刻起，启祥宫经事不再是嘉嫔，降为嘉贵人。若再吵扰，再降一等，直到降为庶人。奴才送嘉贵人回启祥宫。皇上也说过了，无事您不必再出来了。皇贵妃，是你蓄意害我，是你蓄意害我们王爷。没有人要害你，也没有人要害你们王爷，是你们王爷自己可待发起，也是你陷害本宫和大师，毁了皇上的圣誉和天下的颜面。你又是什么好人吗？难道你就没有诬陷我？我分得清玛瑙和红玉髓，即便是真淑分不清，可我分得清。那7宝手串上用着的，分明就是玛瑙，而不是红玉髓。那红玉髓的7宝手串又是哪里来的？啊？嘉贵人这么多定，本宫可是记得那日你跟皇上说，你得了这些物件一眼都不敢看，便封起来交给了皇上。既然一眼都不敢看，怎么会知道是红玉髓和玛瑙？若是看了，你犯的可是欺君之罪。还是这串手串根本就是你做的，不看也知道。我怀着皇上的龙胎，皇上不会这么对我的，皇上不会这么对我的母族的，一定是你挑唆的，一定是你挑唆的，是你自己自作自受。你怀着皇上的龙胎，还苦苦的这般求情。嘉贵人是把你的王爷看得比皇上和皇上的龙胎还重了。你主，嘉贵人要生了，送回启祥宫。来人，快来人！主，你怎么了？皇上！主，皇上！皇贵妃，请留步。大师安好。皇贵妃安好。请皇上！主！中秋已过，是非已平，我特来向皇上辞行。宫中的是非惊扰了大师修行。尘埃浮生，终归洁净之道。连出淤泥，亦能不染自身。皇贵妃积福，此番一切安好。只是以后的路还很远，荆棘与险阻还很多。只有心无执着，清净自在，所有的尘埃都侵扰不了你。多谢大师指点。大师，皇上在里头等您呢，请。那大师一路保重，本宫就告辞了。林大人，送皇贵妃娘娘回宫。是。血，主见母了，快回宫穿太医呀！快，叫你快！主，你再支撑一下，主，快！三宝，奴才在。本宫想自己走一走。这，林大人，多谢你的护送。养心殿离翊空宫不远，我自己可以回去。皇贵妃心绪不佳，您一个人走，微臣不放心，还是让微臣送您吧。也好。
微臣看您神色不好，就像微臣当年一样。当年，就像当年，微臣已经失去了曾经的燕婉，却又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走下去。可皇上给我指了一条前路。这条前路是您想要去的地方吗？这或许是世间女子最尊贵的去处，却不是我最在意的。那您在意什么？我最在意的是和皇上彼此信任、真心真意的托付。只是啊，我最在意的或许得不到了。微臣只是希望皇贵妃将来的路可以平安顺遂，而微臣会跟随在您身后，替您照亮身后曾经走过的路，不至于您回头的时候，连退路也难以看清了。李云彻，多谢你。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该成家立业了。我可以帮你安排求娶淑女。微臣一个人也是自在，能够陪在皇上和皇贵妃身边，也是微臣的福分。开心自在便好。翊坤宫快到了，你也回去歇息吧。微臣凌云彻，恭送皇贵妃。太后，启祥宫回话说，昨儿后半夜嘉贵人生下了9阿哥，可9阿哥落地时就没了气息，难怪嘉贵人生了许久都生不下来。他这是自作孽呀！怀着孕的时候还诬陷皇贵妃和大师，这孩子能好吗？皇帝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只是没去看嘉贵人，只叫好生安葬了9阿哥。这回这事儿也算是尘埃落定了。9阿哥生下来就没有了气息，朕也不忍再重责御史王爷，罚了他3年恩赏，朕也当面训斥过他。现在发落回御史，让他好好思过。皇上恩威并施，御史王爷定会好好思过的。朕呐，虽然是验赠嘉贵人陷害你之事，可是呢，看着他为了爱子这么的难受，朕也不免觉得可怜。爱子情深，人之常情嘛。主儿，主您喝口汤吧。9阿哥生下来时就没了气息，太医看了，说是您自个儿大悲大痛伤了龙胎，又艰难产。别说了，孩子没了，真叔也走了，难道是老天在惩罚我吗？9阿哥没了，您更加要养好身子。奴婢听说，御史王爷受了皇上面责，要被送回去了。王爷在哪儿？在哪儿？要出宫了。我要见王爷，我要见王爷。不，主儿。
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！10多年了，别信，20多年了，主儿，您刚生产完，您真是不要命了。不行，我要命！只要我活着，只要我有一口气在，总有再见王爷的一天。去给9阿哥上柱下，是我对不住我可怜的孩子。虽然我们母子其实没有缘分，但愿他能保佑王爷。我们回去吧，珠儿。我自己来。我来吧，你别动。金川战事到了节骨眼上，讷亲屡屡失利不说，居然还糊涂到求皇上派遣大师到军中助战。啊，军中竟会有神鬼助战之说，这可会让军心溃败的。讷亲是求胜心切，但也不能坏了军纪人心啊！太后，不好了，太后！讷亲大人擅自回京，皇上大怒。下去吧，太后。哎呦，讷亲真是昏聩，这不是作死吗？讷亲大人是贻误战机，可是太后若能替讷亲大人说几句话，皇上或许会念着太后您和钮祜禄氏的颜面，心软了，可能会放过讷亲大人的。试射战机，哀家说不上话。可是讷亲大人是太后您与钮祜禄氏在前朝的支持，您还是劝一劝吧。今时不同往日，如今皇帝羽翼渐丰，甚有主张。若为此事去向皇帝求情，皇帝今日饶了讷亲，但心中也会埋下对哀家和钮祜禄氏的怨恨，那后患无穷。金川战事之困，皆因讷亲遗误。回朝后还敢推诿责任，实在无耻。你怎不说话呀？皇上说前朝的事，臣妾不敢接话。那朕说后宫的事情吧。讷亲是皇额娘的族人，朕若是杀了他，皇额娘会怪罪朕吗？皇上弑母之孝，想来不会让太后伤心吧？杀一个讷亲，朕要朝廷里面的人看着。朕只用可用之人，
绝不因任何人徇私情。是，皇上的一切都是为了朝局考虑。你很懂分寸啊。什么？皇帝将讷亲正法于军营？太后节哀，讷亲大人已经被处斩了。皇帝的手段好快。太后，您不知道，讷亲大人被皇上赐死后，军中朝中人人惊悚，欲战无不拼命。皇帝杀讷亲，就是要立威服人心，让军中无苟安之念，也让哀家无话可说。王后，哀家在前朝无人倚仗了，皇帝行事越来越老辣了。坐下。走了这会儿，脚疼吗？还撑，慢慢走不打紧的。你的腿见好了，我也就宽心了。索性，你老在宫里，我来看你实在不便。皇上已经答应皇贵妃娘娘赐婚于我俩，只要你答应。我不能答应。乔玉冰，你现在在太医院大好的前程，要什么期望没有啊？我年岁渐长，腿又废了，你我实在是不般配。索性，你别说了，我累了，你赶紧回太医院等治。索性，走吧。微臣给皇贵妃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啊。怎么了？索性还是没有松口。京城所致，经世未改。你别着急，慢慢来。你越急着想要照顾她，她越觉得配不上你。本宫会慢慢劝她的。谢娘娘。主，不用起来。于妃惦记着你的腿伤，做了一对护膝，要本宫带给你。多谢余主记挂。你这腿伤好起来了，怎么倒躲着江雨冰啊？你和江雨冰自幼就相识，他人品如何，你比我清楚。他可是可以依靠终身的良人啊。奴婢只想继续在主身边伺候主。咱们在一块儿那么久，经过这么多的事儿，
本宫自然舍不得你走。但比起让你留下来继续伺候我，我更希望你能有个好归处，好好过日子。主想奴婢走？不是，本宫嫁了自己喜欢的人，也希望你可以嫁给自己喜欢的人。像江雨冰这样深情的男子世间难得，你可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腿伤拒绝了他的情谊。可奴婢这一走，主的身边就没有个亲近的人了。索性啊，你有这个福气离开宫里，去过平凡安宁的日子，就要好好珍惜眼前人。你知道的，这样的日子本宫有多向往。可是这辈子，本宫也只能留在这儿了。主的话，奴婢记着了。好好跟江雨冰在一块儿，本宫一定会让你体体面面的出家的。哇，真好看，太漂亮了！索性今日啊，可真是美。索性为人忠贞，皇上也看重。这一次得皇上赐婚，嫁给姜太医，真是让人欢喜啊！奴婢嫁人以后不能再日夜伺候您了。哭什么？大喜的日子。江雨冰，啊，你可要好好的待索性啊！微臣一定尽心尽力地待索性，疼惜索性。听说你置了宅子，你们就好好过日子。有什么短的缺的，就尽管跟本宫说。微臣感激娘娘，家里一切都安置好了，还请娘娘放心。奴婢不愿远离主，但求日后得闲的时候，还能在进宫当几日差也是好的。只要你愿意，翊坤宫随你出入。谢皇贵妃娘娘。好了。吉时也到了，索性该欢欢喜喜的出嫁了。皇贵妃娘娘和索性主仆情深，难舍难分，可是也不能耽误了吉时啊！娘娘该给索性盖上盖头了。索性，只能送你到这儿了。出了宫就可以安身过日子，
不必再担惊受怕了。奴婢就是担心您现在一个人，宫里能伺候你的大丫鬟就是灵芝和云芝，您又不肯要新人。等有了放心的人再说吧。索心，索心，李公公，给皇贵妃娘娘请安。好不容易换了职，还好赶得上来送一送你们夫妻。你是在皇上面前当值，何苦还跑这一趟？你们的喜事，我打心眼里高兴。咱们仨是旧相识，如今索性有了好归宿，我也就心安了。索性，你和姜太医好好过日子，宫里有我伺候皇贵妃娘娘呢，你就放心吧。哦，对了，京郊有50亩良田，是我送给你们的新婚贺礼，可不许推辞啊！哎，多谢李公公。索性，你还记得吗？以前你带荣华，我就说过，你定会荣华平安。是的，承你吉言了。宫门快关了，皇贵妃娘娘、李公公，我们该走了。哎，快走吧，主，快走吧。主儿，夜深了，您弹着北琴，若是被皇贵妃听见了，珍叔走了，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连弹弹北琴都不许了。奴婢不是这个意思。想想皇上从中秋到现在，一次都没来过启祥宫。从前他最爱听我弹北琴，如今也只能弹给自己听了。怎么会呢？皇上对主一切如旧，并无怠慢。罢了，你也还算得力。就算珍淑姐姐不在，奴婢也一定会为主尽心尽力地办好差事儿的。他们都以为我没用了，还早着呢。恭喜主，贺喜主，荣升嫔位。都起来吧。谢丽嫔娘娘。都下去吧。主如今是一宫主位了，可以自称本宫了。这永寿宫虽然都是本宫一个人住着，但未曾封嫔，算不上主位。这正殿呀就不能坐，如今也算是名正言顺了。怎么了，主？不高兴吗？受了这么多委屈，成了主位，
自然百感交集。方才婉嫔和令嫔来谢过恩。封了嫔位，自然要谢皇上恩典。这婉嫔啊，无才无子，无非是因为是前抵旧人的缘故，才得到了金封。令嫔呢，虽然得到过朕的宠爱，但是她平平无才。此次你被冤之时，她也极力求情，也算是有德了。嘉奖她也是应该的。皇上赏罚分明。说到责罚，金氏降为贵人有大半年了，这些日子朕一直不曾理过他。那皇上的言下之意是要理会他了？这金氏啊，到底是皇四子，还有皇八子之母，也是第一个嫁入大清的御史贵女。这些日子，朕对她的责罚，对御史王爷的敲打，也算是让他们长了记性。那皇上要复金氏妃位？若是要复妃位，朕也不肯的，但嫔位总是要的。否则，御史那边修书来问候金氏，知道金氏没有受到朕的恩泽，也会揣测朕是不是还对他们御史王爷的失德之行耿耿于怀。皇上的意思是，敲打即可，一直严惩就不行了。如意啊，如今你已是皇贵妃，要以大局为重啊。臣妾明白。皇上，若金氏再有不轨，您要怎么处置他？不至于了，朕已经对他做出了严惩，他也吃了教训，想必他不敢再犯。若是他再有越轨之心，朕也绝不容他。皇上有旨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贵人金氏，性行温良，端庄淑瑞，敬慎居心，柔嘉为泽，深为朕心，复为嘉嫔，钦此。谢皇上隆恩。这前朝后宫本是一家，嘉嫔复位，皇上看的也是他母族的面子。我啊，只盼能得皇上真心相待，而不是因为这些什么旁的缘由。主儿，令嫔娘娘来了，请她进来吧。请皇贵妃娘娘安，余妃娘娘安，淑嫔姐姐安。起来吧，坐。听说皇上复了金氏为嫔，她犯了那么大的错，不配复位啊。配不配，皇上自有定夺。令嫔怎么这般着急？是在担心什么呀？妹妹是担心嘉嫔再欺凌我了。虽然都是嫔位，可她是御史贵女，有母族帮衬，又会谋算，求什么得什么，不像妹妹，恩宠今日有明日无的，想求个孩子都得不到。罢了，再不满咱们也不能说，免得皇上不快，只能做个聪明人，把嘴闭上好了。皇贵妃娘娘，淑嫔姐姐，咱们可都是伤心人啊。淑嫔，你还年轻，孩子总会有的。你也是。是。其实皇贵妃正当盛年，也该喝些坐胎药，以备有孕啊。子嗣的事儿都是命中注定的，喝再多的坐胎药，强求也是无用。
也是，自从听了皇贵妃的劝啊，我这十分想要孩子的心，如今也淡了。这坐胎药，我都很久不喝了。这天色也不早了，我也该先告退了。姐姐，那我也回去吧。那改日再来陪皇贵妃说话。好。主，今儿是15，去安华殿上香最是灵验了，让奴婢陪您去一趟吧。春展，这本宫吃了坐胎药有些年头了，怎么一直没个动静啊？若不然，就把药停了吧。这药是皇上赏赐给淑嫔的，咱们弄来啊已经不容易，若是不喝，怕更难遇喜了。对，嘉嫔也向太医院求了坐胎药，可仔细找，咱们的方子不能被他选了。那是，皇上赏赐的总好过太医院赏赐的呀。主放心，嘉嫔知道不了。主儿，夜深了，该睡了。我再画几笔。以前皇上来看纯贵妃，顺带也会看看主儿。自从纯贵妃失宠，您更是连皇上的影子都看不见了。如今您都封了嫔位，皇上也没来。看不见皇上，皇上也在我心里啊。主儿，你别再说话了，我正在画眼睛呢。你看，皇上的眼睛在看着我呢。皇上和淑嫔妹妹在看什么书啊？这么有趣。是纳兰容若的《饮水集》。臣妾入宫前就知道皇上最爱纳兰词。这纳兰的词啊，确实极好，读起来啊，口嚼有香。臣妾最爱的是一句：“而今才道当时错，心绪凄迷。”纳兰容若写情真挚浓烈，又不似灰飞烟灭般穷尽，必得细细读来，才得隽永之味。这良日如斯啊，本该与两位爱妃饮酒作诗的。总胜过前朝的老头子，在朕的耳根前聒噪。罢了，等明日朕将张廷玉告老还乡的折子发出去之后，朕就可以清静些了。皇上国事安定，可家事……皇上啊，永皇的福晋来回禀，说开春以后，永皇的身子是一日不如一日的。皇上得空该去看一看呀。这永皇的病啊，无非是自己的心思重，而且生了不该生的心思。朕已经叫齐汝去给他瞧瞧了，让他安心静养，不要再生这些无妄之想了。可是臣妾放心不下。那得空的话，你就和纯贵妃去瞧瞧他吧。是。阿娘，皇娘要害你。太爷，阿娘，太爷，太爷，你是不是又冒眼了？你怎么又吐血了？臣妾去找太医。不要了，我刚才做了个梦，皇娘她……既然是孝贤皇后的继承，你是不是又惦记着她了？我要去找孝贤皇后理论。您真是病糊涂了。
人给您热了药，您还是先喝下。我不喝，不喝。喝这些老式子做什么？喝了这些年，也不见好。您是太思念额娘了。额娘死得太冤屈，要不是额娘死得早，我也不至于被皇阿玛冷落，失了父子恩义。插上一朵紫色的，鲜亮些。姐姐真是好眼光。你啊，做胎药停了许久，气色也好多了。只是皇上还是照例赏着药来，总觉得自己有负圣恩。珠儿，大阿哥府里来传话，说大阿哥恐怕是不行了。陈贵妃知道了吗？大阿哥福晋先来禀报你，奴才已经差人去告诉陈贵妃了。你去吩咐备轿，你去禀告皇上。走，姐姐慢走。永华，永华，谢娘娘安。皇贵妃安。起来，都起来。皇贵妃，你看看永皇的样子。额娘，曲太医怎么说啊？回娘娘话，太医说大爷梦魇缠身，日夜不安，心气断断续续。自从被皇上申斥，这2年大爷忧思不堪，又不肯告诉妾身，好几次从梦中惊醒，还大哭说自己不孝。前几日，孝贤皇后的忌辰，大爷梦魇更厉害了，说要去找孝贤皇后理论。妾身干什么？皇是最有孝心的，他找先世找孝贤皇后理论什么？糊涂油蒙心了，红口白舌的就拉扯着永皇不孝。依本宫看来，永皇身上不好，都是你们这些不知轻重的人给挑唆的。好了，纯贵妃也是为了永皇着急。是，妾身知错了。额娘，父皇，额娘，永皇是唤他的亲额娘折命皇贵妃。皇上，方才三宝急报说大阿哥怕是不大好了。什么？备轿，这要见永皇。这。这是什么药啊？回两位娘娘，这是提神的药，大阿哥怕是回光返照了，有什么能说的话，赶紧说了吧。永皇，母亲，永皇，母亲，想来永皇有话对皇贵妃说，
我们先出去了，出去吧。多谢母亲还惦记着儿子，这个时候还来看儿子。你小时候第一次叫我母亲，那时候你就是我的孩子，而且永远都是我的孩子。儿子自幼便失了额娘，被人欺辱，是母亲给了儿子关爱，给了儿子牺牲。母亲的养育之恩，儿子一直不敢忘记，只是儿子对不起母亲，儿子也好想争气，还曾经动过算计母亲的心思，如今他更是没有机会给母亲尽孝了。哪有母亲和孩子计较的？永煌啊，你这病就来自于忧思，你就不应该想那么多，好好的养好身子，才是对母亲的孝敬。儿子自知怕是不能了，这段时间啊，儿子总是梦见我额娘。儿子该是去找我额娘了。你额娘哲敏皇贵妃，要是地下有知，她也会让你好好养病，不要胡思乱想的。母亲，母亲，是孝贤皇后害死了额娘。话嘛，骂儿子对孝贤皇后不孝，儿子是真的孝敬不了啊。我恨他。永煌，宫里边是有这样的闲话，可是闲话是不能往心里走的。这不是闲话，是有人明明白白告诉儿子的。有人告诉儿子，孝贤皇后当年是如何怨我额娘先生下了我这个长子而容不下他，又是如何怨我额娘再有孕而动了手脚，害死了额娘和我的未谋面的妹妹。有人告诉你的？是，只可惜我明明白白知道的时候，孝贤皇后已经死了。我知道了真相，也没有机会给额娘报仇了。母亲，儿子的心好恨呐！究竟是谁告诉你的？是嘉嫔。徐太医，徐太医。为两位娘娘，大阿哥红了。永煌，
见母亲。你叫我什么？母亲。给皇贵妃娘娘请安。都1天了，皇上就这么躺着，也不说话，奴才都愁死了。下去吧。是。皇上，你来了。永皇的丧仪都料理好了吗？都料理好了，皇上就安心吧。你看看这枚青玉佩，一对子母石，是朱茵的陪嫁。虽然都是富察氏，但她的家世远比不上孝贤皇后，所以这枚玉佩并不算十分名贵。她生前一直戴着这玉佩，一直到死才摘下来，所以朕叫人封存起来，留个念想。你看，这子母石十分亲热，天伦之乐，毫无嫌隙。皇上是想念这名皇贵妃了，臣妾知道，皇上心里难受。可如今这名皇贵妃和永皇也算是母子团聚了。如意啊，朕不是不愿意给永皇脸面，去参加他的丧仪，是朕不敢面对。永皇病重的时候，朕不愿听到他一点点病重的消息，甚至不愿去见他，因为朕怕他见到朕只剩怨恨的眼神。朕也不想再一次自己的孩子走在朕的前头。臣妾明白的，所以将皇上的意思告知永皇的府里了。王公命妇也都去致哀了。自从朕登基之后，一直勤政爱民，敬母上天。可为什么朕的孩子一个个走在朕的前头，落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心？朕到底做错了些什么？朕知道永皇是死于心病，孝贤皇后离世之后，朕也知道他有了夺嫡之意。做阿玛的看着自己的孩子成长是欣喜的，可是长大了无能，让人担心；有野心，又让人害怕。历代以来，皇子争权就是作为君王最忌惮的事情。
皇上您正当盛年，如日中天。如日中天之后，便是夕阳西下了。朕为了防着自己亲手养大的孩子不孝，所以朕防着永璜，也斥喝了他。可是朕的心还是疼爱永璜的，毕竟所有孩子当中，他是陪朕最久的一个。永璜若知道皇上的心思，在九泉之下也会有安慰。永璜临走的时候念念不忘折命皇贵妃，深感自己不能尽孝。永璜还告诉臣妾，是嘉嫔告诉他，折命皇贵妃和二公主是孝贤皇后害死的，所以他记恨孝贤皇后，在他灵前无状，惹得您当众斥责。要不是嘉嫔挑唆，永璜不会失了您的欢心，郁郁而终的。孝贤皇后临死之前，朕问过她折命皇贵妃的死因，她发了毒誓，绝不承认。可是折命皇贵妃去世之后，宫中确实有这样的传言。若是嘉嫔真和永璜说了这些话，多半是听信了流言。说到底，除了永璜自己有争夺之意，朕的疑心也逼死了永璜。如意，朕在万人之上，俯视万千，可这万人之上，就是无人之巅了。朕总觉得孤零零的。到朕的身边来，朕想和你一块儿。臣妾不是一直都陪着你吗？如意啊，朕一早选定的就是你，做朕的嫡父亲，做朕的正妻。孝贤皇后离世后，朕一直想许你皇后之位。皇上，皇后之位，臣妾惶恐。惶恐？为何惶恐？是因为你姑母吗？如意啊，你与你姑母不同啊。姑母与臣妾有何不同？我们都是乌拉那拉氏的女儿，爱的男人都是九五之尊的皇帝。乌拉那拉氏又如何呢？早年的情事，朕也身不由己。不过现在都过去了，朕要谁做朕的皇后，都是朕拿主意。你听着，朕是皇帝，也是人夫。伴随在朕身侧的，是朕的皇后，也是朕的妻子。皇上，臣妾从来就不想做皇后。可是姑母去世的时候问过臣妾一句话，臣妾是犹豫的。什么话？姑母问臣妾，想不想和弘历生同亲，死同穴？臣妾是想的。只是要和皇上生同亲，死同穴，只能是皇后。这就说明了，咱们是注定要在一块儿的。如意，在这无人之巅，朕觉得孤单得很。朕想让你在朕的身边，朕也只要你在朕的身边，可好？好。
次的皇上传出要立您为后的意思，奴婢看这满宫里人人都得对未来的六宫之主毕恭毕敬啊。行了，不要喜形于色，免得落人话柄。是。香袋，到花园别院。白娟，到厢房，快点儿。那些是哪儿来的宫女？主儿，这些宫女都是家中无人才继续留在宫中服侍的，都是内务府新从圆明园拨来的人，说是做惯了事极老练的，正训了话要拨去各宫呢。赵公公，凭什么你把收了银子的都拨到东西六宫伺候，咱们几个没钱使银子给你的，便拨到浣衣局当差？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。我告诉你，这天底下就银子最大，你还扔着？扔！三宝，请教。你去。长长记性。赵全才，皇贵妃娘娘在此，你也敢造次？给皇贵妃娘娘请安。皇贵妃娘娘吩咐，赵全才专横跋扈，自己去慎刑司领50大棍，从今儿往后就不必在内务府当差了。皇贵妃娘娘恕罪，皇贵妃娘娘恕罪呀！三宝，把那宫女带过来。这，你过来一下。是。三宝，你去内务府知会一声，让他们做事儿公正些，要不然赵全才就是个例。这。多谢皇贵妃娘娘主持公道。你是个直性子，胆子也大，只是把话都说出来了，不怕吃亏吗？奴婢吃亏不要紧，不能让没钱的姐妹都吃了亏。倒是个有主意的，本宫喜欢。来翊坤宫当差吧。多谢皇贵妃。走吧。是，回宫。到底还是轮到他了。额娘，你说什么？从前皇上就是选的他为嫡父亲，只是被先帝和太后给拉了下来。如今这个皇后之位，到底还是让他给做了。额娘，你别担心，就是贤娘娘成了皇后，可您有我和永璇。他却什么都没有。儿子，皇后之位额娘是没指望了，但是这太子之位，非你莫属。